你好，我是 Ryan。这段影片我想使用 ChatGPT 尝试撰写一个自动操作 Excel 的 Python 程式，看看 ChatGPT 在实际开发软体系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最后我会聊聊 ChatGPT 在撰写程式时的优点和缺点，还有我们未来可以如何和这个 AI 聊天机器人合作，开发 Excel 自动化系统。ChatGPT 是一款 AI 聊天机器人，自从它开放使用之后，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开始参与其中，用不同程度的问题来测试它的能耐。虽然测试的结果发现目前 ChatGPT 仍然不能与真人相比，取代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但是大部分给予的评价都是好的。从软体开发人员的角度来看， Google 内部测试了 ChatGPT 撰写程式的能力，测试结果发现 ChatGPT 的能力可以达到3级工程师的水准，年薪相当于18万美元。在开始使用 ChatGPT 之前，我想说明我接下来示范的内容。我想要在档案夹 Demo 下建立一个 Excel 档，这个 Excel 里面会存放5个随机产生的名字，这5个名字会放在一个栏位名称为姓名的栏位当中。当这个 Excel 档案建立出来之后，我想要在表格第2列插入一个新名字，将第3列的资料更新为 Ko-Jun， 最后删除第4列的资料。透过这个示范，撰写出我们最常操作 Excel 档案的4个动作：建立档案、新增资料、修改资料和删除资料。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程式自动化的执行这几个动作，我们就可以透过 Python 自动化处理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大部分工作。ChatGPT 的操作界面是用问答的方式互动，所以我们必须将我们脑中的想法转为文字输入。我将第一个想法输入在对话框当中，请用 Python 撰写一支程式，在档案夹路径 User Ryan Demo 下建立一个 Excel 档，将5笔随机产生的繁体中文姓名依序放在一个栏位名称为姓名的栏位当中。我输入的对话中清楚地说明档案夹的完整路径，是因为这样 ChatGPT 产生的程式码才会包含完整的档案路径，不需要另外再修改程式码。我们问题叙述的越清楚， ChatGPT 回复的答案会越接近我们的想法。接着我点击送出按钮， ChatGPT 开始依据我送出的文字内容撰写程式码。它前面汇入一些会用到的模组，然后用关键字 for 跑5次回圈。看得出来他想用 random 随机取5个姓，然后他花了一点时间建立一个包含很多姓氏的 list。 从下面卷轴缩小的速度来看，他建立一个很长的 list。 我稍微滑动一下观察结果，这是要建立一个百家姓的 list 吗？我只是要5个随机的姓名而已，没想到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在建立一个姓氏的清单。我总算等到他将姓氏的清单建立完成，但 ChatGPT 又开始建立名字的清单。等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 ChatGPT 建立到0这个字就不动了，看起来可能是花费的时间太多或字数太多，所以停下来了。但不管什么原因，看起来它就是卡住不动了，所以我点选下方重新产生的按钮， ChatGPT 又重新依据我发送的文字内容开始撰写一支新的程式。这一次它很干脆的建立一个包含5个字的 list， 也不再分为姓氏和名字2部分。从这个示范过程可以发现， ChatGPT 在优化回复的演算法做得蛮好的。既然上次回复的内容发生问题了，就改变想法，重新写一个回复速度快一点的答案。接着他用操作 Excel 的模组 OpenPyXL 建立一个 Excel 的 Workbook。 但是这一行程式他将工作表设定为姓名，这和我们向他提出的需求不同。我是要他将资料放在一个栏位名称为姓名的栏位当中，不过没关系，我们继续看他撰写接下来的程式码。这里他用储存格的坐标位置将姓名依序摆放到第1栏的位置，最后用函式 save 储存 Excel 档。档案的路径就是我在一开始提问时指定的路径。程式码撰写完成之后，
ChatGPT 还很细心的说明程式码的思考逻辑，方便使用者可以理解。我滑动到上方程式码复制下来，我开启编辑程式的软体 Jupyter Notebook 来执行看看。我将程式码贴上后执行程式。我打开刚才示范的档案夹 Demo， 在档案夹下方出现一个名称为 Names 的 Excel 档。我打开档案观察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程式中出现的5个名字被放到这份 Excel 档当中，所以 ChatGPT 帮我们撰写的程式码是可以正常运作的。虽然它将栏位名称姓名放到了工作表的名称当中，但是它可以正确的汇入操作 Excel 的模组 OpenPyXL， 并且正确的使用模组提供的 API 和 Python 语法，用简洁的程式码达成我所设定的需求目标。接下来我还有几个操作 Excel 的流程，看看 ChatGPT 能不能正确的帮我撰写出可以执行的程式码。我接下来想要在第2列插入一个新的随机名字。我回到 ChatGPT， 在对话框中输入请接续上面的 Excel 档案结果，在第2列插入一个新的随机名字，然后点选送出按钮。 ChatGPT 开始撰写程式码。因为我是请它接续刚才建立的 Excel 档，所以它的路径和刚才产生的档案结果相同。接着它取得一个名称为姓名的工作表物件，这个姓名原本我是希望它放在栏位的标题，但也没有关系，至少后面还保持着一致性，可以接续相同的逻辑继续写程式。然后它取了一个随机的名字黄小青，接着取得位置在 A2 的储存格坐标，指定工作表的储存格坐标，将名字放进去。它这一行写法是错误的，它这种写法是将储存格 A2 里面的姓名更新为黄小青，并不是新增一笔资料。在模组 OpenPyXL 当中有一个函式 Insert Rows， 用这个函式新增一列之后，再放入新的名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但如果我将工作流程叙述得更详细一点，我想 ChatGPT 应该能够产生出更符合示范的程式码。但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往下看。最后用函式 Save 储存在原始的档案路径，列印出成功插入资料的讯息字串。我将程式码复制下来，贴到 Jupyter Notebook 执行看看。执行之后，我来到档案夹 Demo 下，打开刚才建立好的 Excel。我们可以看到，在 Excel 第2列的位置放入黄小青的名字，但全部的名字仍然是5笔，并不是新增一笔资料。虽然这段程式码和我预期的稍有不同，但是 ChatGPT 仍然能够将我们的想法基于前面已经完成的程式码撰写出新的功能。我后面会提供另一份 ChatGPT 跑出来的结果，这和我最后的结论有关。我现在先继续示范后面的范例。接下来我想要在第3列的资料更新成 Cojun 的字串。我回到 ChatGPT 的画面，我继续在对话框中输入请接续上面程式的 Excel 档案结果，在第3列的资料更新为 Cojun， 然后点选送出的按钮。我们可以看到它产生的程式码和刚才的相似，将储存格 A3 的资料改为 Cojun 字串，这是更新资料的写法。我将程式码复制下来，贴到 Jupyter Notebook 执行看看。执行之后，我打开 Excel 档案 ，Excel 的第3列资料已经被更新为 Cojun 字串。所以这一次撰写出来的程式码是完全符合我叙述的需求内容。最后我想要试试看删除第4列资料，看看 ChatGPT 是否能完成我最后的任务。我在 ChatGPT 对话框中输入请接续上面程式的 Excel 档案结果，删除第4列的资料，
然后点击送出按钮。程式延续前一个档案路径操作 Excel 档，然后用函式 delete rows 删除第4列的资料，最后储存档案。我将程式复制下来，贴到 Jupyter Notebook 上执行。执行之后，我打开 Excel 档，打开 Excel 里面的资料只剩下4笔，因为 ChatGPT 撰写出来的程式已经正确的帮我们删除了第4笔资料。我前面示范了4个操作 Excel 的动作：建立新档案、新增资料、更新资料和删除资料。在这几个示范当中，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利。我真实的记录下这中间发生的过程。当我在第一个示范中， ChatGPT 将问题复杂化，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姓氏清单，但重新执行一次后， ChatGPT 简化了回复的内容，只建立一个包含5个姓名的 list。 虽然第2次执行后有撰写出可以执行的程式码，但显示出 ChatGPT 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尤其在第2个插入新资料的范例，送出需求后， ChatGPT 产生一个更新资料的程式码，但这一段程式码没有办法插入新的资料。我有用同样的范例做过另一次测试，但这一次测试却产生出不同的结果。尤其在插入资料这个范例，我将相同的叙述文字传送给 ChatGPT， 但这一次 ChatGPT 产生出来的程式码是正确的。它使用了函式 insert rows， 在第2列新增一笔空白的资料，然后用类别 cell 将新的名字放到新的储存格当中。从观察程式码到执行程式后出来的结果都是正确的，这又再次反映出 ChatGPT 产出结果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 ChatGPT 是一个深度学习的模型，演算法的运作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表示说，将它用在开发软体系统时， ChatGPT 的输出可能是不稳定的，需要进一步测试，确保软体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度。当我在询问 ChatGPT 如何用 Python 操作 Excel 的时候， ChatGPT 的程式码提供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模组 OpenPyExcel。 这个模组可以读取 Excel， 也可以写入资料到 Excel， 是一款很受欢迎的模组。所以如果我们在初期还不熟悉如何操作 Excel 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 ChatGPT 的程式码，让我们有初步的范例，知道应该要从哪里开始。我们也可以透过程式码中的函式，知道插入资料要用 insert rows， 删除资料要用 delete rows， 方便我们快速理解模组有提供哪些 API。 所以我们在尝试进入一个新领域的时候，使用 ChatGPT 帮我们建立初步的范本，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借由这个范本继续深入理解和研究，这可以减少我们搜寻教学文章的时间，也减少我们查询模组 API 文件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更快速的建立自动化系统的初步架构。最后我询问 ChatGPT， 它能够取代软体工程师建立自动化系统吗？ ChatGPT 的回复是否定的。即便它能够在特定的任务自动产生程式码，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仍然要面对复杂的设计、开发和测试工作。但 ChatGPT 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产生部分的程式码。所以 ChatGPT 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帮助软体工程师提高工作效率和品质，但它不能完全取代软体工程师的角色，尤其是在需要高度自主判断和创造力的工作内容，像是你要建立一个 Python 自动化系统，将重复和频繁的工作内容自动化，帮助你提高工作效率。这样的系统在初期架构的时候就需要你自主判断，设计系统的过程也需要善用你的创造力。所以你可以先透过学习 Python 自动化的基础知识，再加上 ChatGPT 的辅助，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是一堂教你如何建立 Python 自动化系统的课程。课程中有包含 Excel 操作自动化的章节，还有如何使用模组 OpenPyExcel 的单元。你可以点选资讯栏中的连结，了解课程的细节。我是 Coding 的 Rya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